问你一个问题啊，你知道现在超过30岁的男人最帅的一种炫耀方式是什么吗？那就是去剪头发的时候跟理发师说，帮我打包，谢谢。俗话说10个秃头9个富，就是聪明才会掉头发嘛。你看贝佐斯赚那么多钱，秃头也是有很多帅哥啊。你看裘德洛，你看杰森·史塔森、冯迪索啊，秃头根本就没有什么吧？别再骗自己啊，你根本就超在意的好吗？哦，是我真的假的？呜。今天要来跟大家聊的就是秃头。今天除了跟大家聊一下我的秃头经验之外，也会聊到如何简单的判断自己是否已经有秃头迹象啦。当然也会聊一下秃头发生的这个基本原理，还有如何治疗啦。那我们就开始吧。说实话啦，我以前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跟秃头2个字扯上关系哦，从来就没担心过。为什么呢？因为我曾经也是那种就是发量超多的人啊。国中的时候，我的绰号还叫做这个鸟窝头。大家知道鸟窝头是什么概念吗？鸟可以在里面下蛋的，你就知道这个发量有多少。那时候根本就觉得这个绰号很难听啊，根本就是贬义词啊。结果现在30岁了，发现哇，这哪是贬义词啊？这根本是人间至高无上的称赞，好吗？但人生有时候就是这么悬啊，你不在意的时候啊，感觉什么都没有。等到我回过神来，正要开始在意自己的头顶的时候，哇，好像要秃了欸，真的假的啦？一开始啊，你是绝对不会承认的，会卡在悲伤5阶段的一开始，你就会疯狂的骗自己啊，去照镜子，心里想说没有啦，只是最近剪头发打比较薄啊，没有啦，只是灯光太亮啦，哎呀，这是发旋嘛，每个人都会有发旋啊。可是当你洗头的时候啊，发际线好像真的越来越往上了欸，手摸过头顶那个触感，好像真的变得越来越平滑，越来越少头发了。最后真的骗不下去了，已经走到这个悲伤5阶段的最后一个阶段，就是接受，也差不多已经无法挽回了啦。那最后就只好启动男人的最后防御机制了，开始疯狂戴帽子，出门戴，室内也戴，就是要企图掩盖一切。那我是如何发现自己已经开始秃头的呢？我相信很多男生跟我一样，如果你日子过得很忙碌啊，其实不太会去注意或是记录自己的发线，等到你发现的时候，通常都已经有点严重了。所以呢，你要如何发现自己已经开始秃头呢？这边教大家一个我自己发现的诀窍啦，就是你不用去照镜子哦，你就去看你身边的好兄弟跟你的这个聊天。大家都知道嘛，男人这种生物就是很会打嘴炮啊，尤其是这个好兄弟之间，平常就是喇叭嘴乱叫一通，什么小废物、死秃头、死胖子之类的，就是这样随便乱叫嘛。所以说，如果我今天随口问朋友说，我是不是要秃啦？如果他连看都不看，就直接呛你说，对啊，死秃头，你惨了，你完蛋了啦。那恭喜你啊，你大可不必担心，你的头发还是蛮安全的。但如果你问完这一句话，空气突然安静，你的朋友眼神闪烁，突然用一种有点温柔、有点体贴的语气回你说，没有啦，你想太多了啦，没有秃啦，看不出来啦。那兄弟，你完蛋了，你真的秃了，可怜呐。我是怎么开始察觉自己的头有点这个不对劲呢？其实是在某一次晚上，我跟朋友去打那个高尔夫球的练习场。大家知道那种练习场啊，就是晚上会开大灯嘛，就是从上往下的那种大灯，就是会有顶光，所以如果你的头发比较稀疏的话，那个光打下来其实是会很明显有反光的。那天我就想说，请朋友帮我录一下这个挥杆动作，检查一个姿势。结果手机一拿回来回放看，不对啊，我头顶怎么这么亮啊？怎么这么反光啊？我又伸手摸了一下，怎么感觉头顶头发真的有变很少？这时候我就转头看一下我朋友，就问他说，我头发是不是就是秃了？怎么感觉有点少啊？我本来就想说，如果他是如我预期一样那样呛我，就说你秃啦，惨，可悲之类的，那就代表没事嘛。结果没有，他们居然就是这样看着我，然后就说没有啦，还好啦，你不要自己吓自己啊，那是那个灯光的关系啊。你知道，就那个瞬间，我就突然有一种，你干嘛讲话这么温柔？你干嘛好像就是很怕戳破什么，我会难过之类的。我才意识到说，哇靠！所以我真的秃了。秃头 ！No God, please no no！ 我把这个方法称作朋友反向测试法，提供给大家参考一下。顺带一提啦，这个高尔夫球场事件大概是我25、26岁的时候吧，其实算是蛮早的哦，蛮早就开始有这个秃头的迹象了。但是话又说回来啊，你意识到自己有秃头是一回事，但是你愿不愿意去面对，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遇到重点，我们男人的第一直觉通常是逃避，就像发现头顶变空，第一件事情不是看医生，而是疯狂的找帽子戴，企图掩盖麻烦。其实生活中很多事情都一样，遇到麻烦就只会用最原始的方法掩饰。就像你出国旅游，明明元号去用数据漫游超级贵，你还要带一根超级小的 SIM 卡针在那边换 SIM 卡，还超怕手滑把你的台湾 SIM 卡掉到飞机座椅下面。各位兄弟啊，不要像我一样买一堆帽子来自己骗自己了，出国也别再用实体 SIM 卡针来退卡了。Sally 是由全球知名 VPN 大厂 NordVPN 团队打造的 eSIM 服务，主打安全、快速、无脑安装。现在世界杯足球赛打得正热，如果你正好在国外旅游的话，在外面跑行程时遇到12码 PK 赛的关键时刻，如果这个时候你的手机网络一直转圈圈的话，真的是会很想摔手机啊！针对这种重度上网需求，可以选择 Sally 的超级方案，只要出国前下载好 App， 选好国家跟超级方案，点几下直接绑定。它涵盖全球超多国家哦，你不用拔卡，一下飞机网络就自动连上了，让你流量无焦虑，看转播超顺畅。就算遇到问题啊，有24小时线上真人客服随时救你。现在点击资讯栏专属链接下载 Sally eSIM， 输入我折扣码 MeloJeff， 还可以获得额外优惠哦。用 Sally 解决网络焦虑，只需要几分钟，出国网络顺畅，看世足才爽。那我们就回到头顶的焦虑。那说到这个秃头啊，其实很多男生会担心的就是在现在的这种两性市场里面啊，秃头其实算是一个蛮致命的地雷哦。说实话啦，其实也不用自己骗自己，你知道我知道大家都知道，就是秃头算是蛮多女生非常在意的点，但也觉得是全天下男人最爱自己骗自己的点哦，就是其实有秃了，但是就一直觉得自己没秃这样。你看现在的社会啊，大家都会玩这个交友软体嘛。网络上交友最现实残酷的是什么？就是不管你的自我介绍写得再阳光、再幽默啊，你的工作再有发展性啊，只要照片一秀出来，哇，那个发际线退到都快要大清建国了。你的头顶很明显在发光的时候，很多女生真的就是她第一眼就淘汰你了，因为就是没办法接受秃头嘛，你根本连开口证明自己其实是一个条件不错的好男人的机会都没有。那现在网络上啦，其实男生最怕被贴上了4个标签，或者是说女生他们所谓的地雷，大概就是矮、穷、丑、秃这4个嘛。那我们就来理性分析一下，矮这个是基因决定的嘛，你成年之后其实这辈子大概就是改不了了，这已经无解了。那如果是穷的话呢？你赚钱，你总要时间累积吧，或是你总要累积这个运气去中乐透之类的吧，不可能你明天早上起来哇就突然变得好有钱这样。那丑呢？丑的确是可以靠医美、动刀、整形啦，但那可能成本就比较高，可能你要几十万甚至几百万的开销来去改变你的外貌，而且你还有手术的这个风险嘛，算是 CP 值我觉得没那么高的选项。那最后你摊开来看，在这4个致命伤里面啊，就是改掉秃头这件事情，其实是你提升颜值啊，拯救你的第一印象，成本最低，也最有机会、最简单逆转的做法了。那既然它是成本最低的方法，那我们就必须要了解一下要怎么对付这个秃头。那在跟大家分享具体的治疗方式，像是吃什么药啊、擦什么药之前哦，我想我们必须先搞懂一件事情，就是你的这个头发它到底是怎么无情的离开你的，秃头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呢？接下来这一段大家不要把它想成是一个什么很复杂的医学课，我们就用一个比较简单的这个比喻来拆解。各位，请你现在啊先摸一下你的头皮，你就把你的头皮想象成是一块土地，你的头发就是长在上面的树木，你头皮底下的血液啊，它是有循环跟营养的嘛，它就是灌溉这些树木花草的这个地下水。在你很年轻的时候啊，比如说我国中那个鸟窝头的巅峰时期，那个时候土地很肥沃，地下水超充足，树根又粗又壮，疯狂吸水。那我上面的这个花草树木当然就是非常茂密嘛，风吹回来都会纹风不动的。但是男人到了某个年纪啊，这个基因的诅咒就来了。我们体内会分泌一种医学上叫 DHT 2氢高固酮的东西，你不用记住这个名词啊，你就把它想成它是一个会慢慢渗透进你的这个头皮土壤的一个毒性水泥。这种毒性水泥呢，它就非常喜欢攻击你这个前额啊，还有这个头顶的树根，把你的树根紧紧勒住，让你的这个树根开始萎缩。你想想看嘛，如果你的树根被勒住了，它本来可以大口大口的喝水，现在只剩下一条小缝，只能喝平常1/10的量，那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没错，它就开始变细变软，然后营养不良，最后这个头发就掉下来了，你的这个毛囊就死掉了。这就是为什么啊，秃头的前兆通常都不是说这个头发整把掉下来，而是你会觉得你的头发变得很塌，很容易出油。这个时候你当然就没办法去跟理发师炫耀说，请帮我打薄，他根本就不用他帮你打薄啊，你自己就要帮自己打薄了。
接下来最可怕的来了，如果这棵树啊，你的这些头发它长期喝不到地下水，那最后树根就会完全死透，那你的毛囊就死了嘛。那你的毛囊一旦死亡，这一块地就直接变成柏油路了。各位，柏油路是长不出树的嘛。一旦到这个阶段，你擦再多生发水啊，吃再多仙丹啊都没有用。所以呢，你唯一的选择就是要花大钱把树苗从别的地方挖过来种，而这件事情就叫做植发。所以呢，趁你的树根现在还只是营养不良，而不是死透之前呢，其实还是有救的哦。现在医学是有办法救的啦。既然搞懂了这个种树的原理，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讲这个治疗方式了。其实治疗方式的逻辑就很简单啦，基本上现在人类对于秃头这个治疗方式啊，大概就是有2个核心动作啦。第一个呢，就是阻挡这个毒性水泥攻击你的树根；第二个就是强迫你的地下水灌溉。所以你就不用再去相信什么偏方啦，什么生姜擦头皮啊、黑芝麻洗发水啊，或者是去沙龙做那种几万块的头皮去角质护理，那种洗发精啊，停留在你的头皮上只有短短3分钟，其实根本就渗透不进你的地下水层去拯救你的树根的啦。所以可能可以不用再去缴一些智商税了。就像刚刚我们说的嘛，拯救头发其实就是2个核心动作，对应的就是2件你必须做的事情，就是大家常常听到的吃药跟擦药。第一招呢就是吃药，口服药就是有分市尿通跟柔配嘛。这个东西就是所谓的切断毒性水泥，这是所有治疗的基础，没有这个其他都是白搭啦。那这个药吃下去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它直接在你体内架起一个防护罩，把那个会攻击树根的毒性水泥 DHT 给挡在门外。只要水泥进不来啊，你的树根就不会继续死掉。所以吃药最大的功用，它叫做保本。它不一定会让你马上长出一大片森林啦，但是它可以确保你现在的头发呢一根都不会少。第二招就是擦药，就是所谓的外用生发水 minoxidil， 也就是强迫拓宽你的地下水啦。在第一招之后，你的防护罩就架好了嘛，接下来就要让那些已经萎缩快要饿死的树根重新给活过来。那你如果去买那种市面上是落件啊，有那种 minoxidil 成分的生发水，你就早晚擦在你的头皮上。这个东西的作用呢，其实就是把你的地下水管强制扩张，让大量带有营养的血液啊，像是洪水一般灌溉你的毛囊，这样就可以把那些奄奄一息的小树苗硬生生催熟，变成那种比较粗壮的大树。所以说，吃药保本、擦药生发这2招搭配起来啊，其实坚持个半年、1年，基本上80%人都可以看到有很大的改善了。我自己就是这样。Nice。那既然已经知道原理了，那我们就不啰嗦了，直接摊开我的抗秃实战配方给大家看看我到底是怎么把我的头发救回来的。我一开始的主力武器当然就是吃的口服药嘛，或是吃市尿酮啦，每天就会吃1颗。但如果你去看医生，他如果开柔配给你也是一样的，这2种都是很常见的药物。那我们的防护罩架好之后啊，再来就是要擦药，算是强迫灌溉。我用的就是前面有提到的 minoxidil 的生发水嘛，每天就是擦1到2次。你可以特别强调擦在你的重灾区，像是你的前额啊、你的地中海的区域，或是任何你觉得就是头发比较少的地方啦。那除了这2个组合啊，我还有再用一个辅助装备啦，就是网络上很多人在业配的那个雷射生发帽，就是这个东西。那我大概是2天戴1次，就像安全帽一样戴在头上。但是先澄清一下，这支影片绝对不是业配啊，这个帽子是我自己花大钱买来的。那个生发帽厂，他如果看到这支影片的话，拜托找我业配。除了花钱治疗的部分啊，不用钱的这个物理治疗我也没有放过。我每次洗澡、洗头啊，或是滴完生发水，我都会使用这个指腹做头皮按摩，物理性的促进一下这个血液循环。详细可以去看那个猛爹的影片啊，我自己是觉得他那个影片讲的蛮有道理，蛮有帮助的。其实啊，我自己就是那种一口说了不在意秃头，但是其实心里超级在意的那种人，所以我其实一直都有在记录自己的头皮变化，尤其是那种你平常照镜子照不到这个头顶部分啊，那你朋友其实在你背后都看得一清二楚的那种地中海区域啦，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我治疗的这1年发生的这个变化吧。大家可以看这几张图，这就是我治疗一段时间后的这个对比图。图片中可以看到原本头顶的那块地啊，其实地下水都快干了，头皮都已经超级反光、超级秃。那最后因为就是有在治疗嘛，所以算是硬生生有把头发给让它长回来一点了。所以说大家真的不要放弃的太早，那也不要自己骗自己。你有点征兆就可以开始治疗了。那如果现在你已经有点严重，也可以开始治疗，因为这一定是有用的。相信我，你不要等到30岁之后才像我一样开始治疗。像我现在有些地方已经就是可能毛囊死掉，它已经有点没救了。看到这里啊，大家应该会觉得说，哇，这个投资报酬率应该算是蛮高的哈。
我知道这时候有些人一定会在荧幕前说啊，可是我听说吃那个药会影响男人的尊严呢，晚上可能会交不出功课哎。来，这个我就要跟你们讲，因为这绝对是大家最关心，也是最多人放弃治疗秃头的一个点嘛。那今天呢，我就拿我自己来做人体实验，来告诉大家最真实的这个体感体验是怎么样。我想啊，大家要先厘清一个观念，我自己觉得啦，男人在做内档式的时候，其实就分成2个部分。硬体跟软体嘛，我知道这很像工程师在讲，但其实就是所谓的硬体跟软体。软体呢，就是你的兴致啊、你的动力、你的 motivation。那另外一个就是硬体，硬体就是你下面那一套装备嘛。很多人他以为你去吃这个生发药，你去吃这个秃头药，会把你的硬体给弄坏，它会缩水啊、变短啊，或是整组坏掉啊。但是我可以跟你保证，绝对不会。以我自己的经验来讲，在刚开始吃药的前几个月，它影响的比较像是这个软体的部分，你会发现自己的那个开机动力大幅下降。以前可能你看到某个画面啊，想象到某些画面啊，你的系统就会想要自动运作嘛，那样软体硬体就整个带起来了。但是你吃药之后，你会突然变得有点像是一个无情的机器人，进入一个4大皆空、坐怀不乱的那种圣人模式。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强迫自己去单排解任务的话，或是你要跟另外一半亲密接触的话，那会发生什么事呢？我自己亲自实验过这个单排的部分啊，我会告诉你，功能是完全正常的，只要你的系统成功开机了，你的硬体设备运转起来其实是一样顺畅的，或者说你一样会有感觉，一样会舒服，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那如果你是有另外一半的人呢，我相信你也不会交不出功课啊，你只是没有那种很强烈的想要去写功课的冲动而已。当然啦，医学上还是会有统计说，大概有1%到3%的人可能会遇到这个硬体宕机的状况啊。但是对我或是对绝大部分人来说，那其实就只是一个动力低下的低潮期，其实完全不会影响你那方面的。而且重点来咯，这个动力低下圣人模式其实也不是永久的啊，就是当你吃药吃了一阵子之后，你的身体就会慢慢习惯这个药物的浓度嘛，那再来你的热情跟动力就会慢慢回来了，你的软体版本更新之后，你就还是一尾活龙了。所以说，如果你是有伴侣的人呢，其实你是不用太担心啦，大不了就是跟你的另一半沟通一下，多花一点时间来暖机或是热身，其实就是绝对没问题的。所以兄弟们，绝对不要因为一个可能只是暂时动力不足的借口，就放弃拯救你头顶的森林啊！等一下，我还有救！男人真的是不要到了最后，全身上只剩下一张嘴在那边吵，然后你的头又是光的，哇，那真的是太惨太亏了，你知道吗？至少头顶要是有头发的吧。查甫人吼，千万唔通剩一支嘴啦。好，那我们既然确定了你晚上不会交不出功课，那我们就再来聊一下比较现实的部分了，就是这一切到底要花多少钱？那接下来就是以我的例子来跟大家说，我花了多少钱在治疗这件事情上啦。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贵。那第一个东西就是口服药视尿通，就是如果你去看诊所，然后让医生开药给你的话，你每天固定吃1颗，你1个月的开销大概就是800块吧，1000块以内啦。这笔钱呢是绝对不能省的，因为吃药是最重要的，它是帮你稳定保本、阻挡那个毒水泥的最重要的那个地基嘛。第二项就是擦药，那个灌溉地下水的 minoxidil， 这个部分就是价差比较大。如果你去买那种像是原厂落件的那种生发水啊，1个月可能就是800、1000块吧。但是如果你是去买 Costco 那种生发水，你只要确认成分一样的话，那擦起来效果就是差不多的，换算下来1个月大概就是也是几百块吧。另外，如果你去看医生的话，有的医生也会开洛宁定，它其实是同样成分，只是口服的。它的好处就是你不用在那边涂涂抹抹啊，可能把你的头发弄得黏黏的，你只要吃1颗就搞定了。那如果是吃这个洛宁定的话，1个月是几百块的样子，只是这个口服的副作用就比较多啦，就是你可能会连你的手毛、脚毛都变粗变长啊，所以说这部分如果你要使用的话，就还是要先去给医生评估啦。第三个就是刚刚有拿出来给大家看那个雷射生发帽嘛，因为不是业配，我就大概讲一下。我买大概是买3万块钱左右吧，但是我必须要老实说，这个东西叫做加分题，它不是所谓的必考题。如果你的预算不够的话，没有它其实是完全不影响的。你只要靠吃药跟擦药，一样可以做到很好的治疗效果。如果你真的有闲钱的话，你再把它当做投资一次性买断，我是觉得是可以用看看啦，它还是有效果。最后是我是有买那种防掉发的洗发精啊，洗发精就是市面上百款，你只要不要买那种成分太烂的就好了。我自己用的是1罐大概600块左右吧。因为男生头发比较短，所以用量比较少，所以其实每个月可能就不到100块、200块吧。体感上啦，我自己是觉得吃药的效果大于擦药，远大于生发帽和头皮按摩，所以大家可以评估一下花费，选择适合自己的这个治疗方案啦。如果你是走那种最经济实惠的路线，就是吃药加擦药的话，1个月可能就是不到2000块吧，1500块左右就可以搞定。
1个月1500块，大概就是你少吃一顿烧肉，或者是你就少抽几包烟，少喝几杯啤酒，少喝一些咖啡，其实这笔钱就 cover 掉了啦。我自己是觉得，如果你用这个成本换来你可能接下来都不用一直找帽子戴，甚至是你出门剪头发可以跟理发师说，请帮我打薄。这样耍帅的话，那这个成本算是蛮划算的吧？甚至你在两性市场就可以直接脱离是个秃男的这个扣分标签啦。所以我觉得这个投资算是蛮划算的吧，投资报酬率应该算是蛮好的。Oh my god！ 好，那前面的部分呢，就是我分享了我对于秃头的这个治疗和我对于秃头的一些理解啦，希望对大家有帮助。那大家一定会问啊，那你这个治疗秃头，我刚看你这个头发好像也没有很少啊，那是为什么？那其实是因为我还是有去做植发啦。那我现在算是植发的复原期吧，像是疗程才到一半，所以还没有就是很完全的长出来。可以看到我这边就是有去植发。那为什么我会去植前额的部分呢？是因为前额的部分比较难用药物的方式来治疗。最好的治疗的区域其实是地中海的部分，所以如果你前额已经像我一样掉的很多，掉的很上面啊，你可能就是还要去植发。至于植发呢，花费多少啊，或者有什么要注意的点，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在下面留言，如果留言够多的话，可能可以考虑再做一支影片来跟大家分享。好，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希望可以帮助到你正在为秃头所苦，或是你不知道自己是否有秃头的人啦。好，那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可以帮我按赞、订阅、分享。我是 Jeff， 那我们就下支影片再见啦，拜拜。下支影片可能不是秃头啦，希望可以不要一直做秃头的主题。